那我们再念一次。Alright,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今天呢，我们要来教大家各种巧克力品牌的发音方式。那我们先从美国开始。为什么从美国先开始？因为比较简单发音啊。Go! Number 1, Maltesers. 那它的重音呢，在中间的 T。Maltesers， 那它是美国其中一个最大的食品品牌 Mars 旗下的产品。那 Mars 旗下的产品包含 M&M's、Dove、Snickers， 那待会会跟大家分享。那这个 Maltesers 呢，它除了在美国非常的受欢迎以外，在整个亚洲，韩国啊、台湾啊、香港都非常的有名。香港会拍一些电影跟古装剧，他们常常就拿这个 Maltesers 来当做他们的药丸。在《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周星驰他发明的那一个含笑半步颠，其实就是这个 Maltesers。Number 2, M&M's， 它的发音的技巧呢，在于中间的那个 and， 把它变成一个 n， 就是的音，像是你的笨笨。接着呢，你把它分2个小节来念。第一个 m m name name M&M M&M， 然后后面加上 s M&M's M&M's。 那刚刚说那个 n 也有类似的发音，比如说 black and white。Black and White， 在美国呢，如果开业的话，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就当成是他们的店名。而这个 M&M's 呢，它就是由当时的2个创办人 Mars and Murray， 他们2个的名字开头缩写而成的。那 M&M's 著名的 slogan 只容你口，不容你手 ，Melt in your mouth, not in your hand。其实你真的把它放在手上是不会融化的。一般巧克力因为它的熔点比较低，所以你放在手上碰到了它一定会融化。但是 M&M's 它外面裹的是一层糖衣，那糖衣的熔点就比较高了，所以当你放到嘴巴里面的时候呢，它碰到了你的口水就会马上融化。那你说放在手上也会沾到颜色啊，那是因为你流手汗啊。好，那我们再练习一次怎么念 M&M， 不会念。Number 3, Dove。这也是美国食品品牌 Mars 的产品。如果你是学自然发音法的话，你会直觉念 Dove， 但它不是这样念，它念 Dove。还有人在吃这巧克力吗？看起来就很肥啊。顺带一提，它也是鸽子的意思，鸽子飞飞。Number 4, Andes Mint。这个巧克力它好像在台湾是没有什么在打广告的，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它的知名度不高，但是吃过的人绝对都喜欢。我每次在展览的时候，我都会买2颗放在我们的桌上，有客人来他们就会打几片走。它也是一个美国人所发明的巧克力，那它就叫做 Andes。那你会觉得它不是 DES， 怎么会念 D 吗？因为当时他在开了他的糖果店之后呢，他就在他的包装上面写 Andes。后来没多久，他就发现男生不喜欢他送的礼物上面有别的男生的名字。那收到巧克力的女生搞不清楚到底是你送的还是一个叫做 Andy 的男生送的。到时候他嫁给叫 Andy 的男生，你们就傻爆眼。所以他就赶快把他的品牌名称变成 ANDES。那其实有些美国人他不知道这个故事，他也搞不清楚这个 Andy 到底是一个男生还是一个女生的名字。男生女生都不要紧，重点是没人送我巧克力。Number 5, Hershey's。它的发音重点呢，就是没有重点，就照字面上面念就好啦。那刚刚前面有提到，它后面有个撇号缩写，这间公司的创办人呢，他就叫做 Milton S. Hershey。Number 6， 这个是 Hershey's 旗下的其中一款巧克力，叫做 Kisses。Hershey's Kisses， 它是一个水滴状的设计，我们小时候好像蛮常看到，但是现在好像就比较没有在吃了。那如果你有发现的话，它的巧克力外面会有一条缎带，缎带上面有时候会写 Kisses 或者是写 Hershey's。那这个缎带它其实叫做拉线，它就是为了让你在剥这个巧克力的包装的时候，手不会沾到巧克力。所以说啦，做巧克力的人都非常的浪漫。Number 7, Kit Kat。它其实呢是一家英国叫做 Roundtrees 的食品公司的产品，但是在1988年被雀巢收购了。那这一家 Roundtrees 它在2006年就倒闭了。被收购还可以倒闭的吗？这什么概念啊？那这一家雀巢什么东西都卖的一家公司，它的名字要怎么念呢？我们留到最后再跟大家讲。雀巢呢，它在全球有销售这个 Kit Kat 的经营权，但是唯有在北美是由 Hershey's 销售生产的。那 Hershey's 呢，它就必须支付雀巢特许权使用费。Number 8, Toblerone。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那个三角形的巧克力
Toblerone 它原本是瑞士的品牌，那现在已经被美国的一家公司所收购了，所以它算是美国的品牌了。那它的三角形呢，其实就代表了阿尔卑斯山脉里面的一个山峰，叫做 Matterhorn。那这个 Toblerone 巧克力它已经有111年的历史了。那 Toblerone 它在2016年，它为了节省它的成本，它就用同样的包装，但是把它2个山峰给拿掉了，然后增加各个山峰中间的间距，整体之下呢，每一条巧克力都减少了大约10% 的重量。那并不代表你吃了会瘦1/10的体重。Number 9， 送女朋友、送老婆的安全牌金沙，因为它是法文，所以我们一定要讲得特别的浪漫。Ferrero Rocher， 但实际上美国人是念很快的啦 ，Ferrero Rocher， 那慢慢念就好了。Ferrero Rocher， 重音在后面的 Rocher， 它一颗呢不多不少，只有76.6大卡，吃了也不会肥。那我们再念一次。Number 10 Nutella， 那它也是 Ferrero 旗下的一个产品。Nutella 它其实是意大利文，在美国呢大家会念 Nutella， 但是如果你在英国念 Nutella 也是可以的。为什么会念 Nutella？因为它前面的 nut 就是果仁的意思，所以有可能有些人很自然反应的会想要念 Nutella， 但它最原始的念法是 Nutella。Number 11 嘎迪巴，正确念法其实没有一定，在美国跟英国的话，你可以念 Godiva， 那它最原始的念法 Godiva。或者是 Godiva， 那这个 Godiva 它是为了纪念葛代娃夫人，所以你会看到它的 logo 上面是一个女人骑着一只马。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英国，而这个葛代娃夫人她的英文名字也真的叫做 Godiva， 所以呢念 Godiva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Number 12 Meiji， 这是日本的品牌，所以你就直接用日文的方式发音 Meiji。好，刚刚前面有说到雀巢的英文怎么念呢？ Nestle。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以后你到便利商店或是到全联，到任何地方，你看到巧克力的时候，你就可以跟旁边的人开始装逼说：“哎，这个怎么念 ？Ferrero Rocher， 超级帅！”如果你已经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的话，10分的感谢你。那请你也不吝啬的帮我订阅、按赞、分享给身旁想要学英文的朋友。那我们下次再见喽 ！Stay tuned， I'll see you around. Bye。迟到啦，快走啦！カレボポポポポピヤツイストトトトピヤサクサクククククヤカレボポポツイストとサクサククトリンドルンルンルンガルボツイスト新発売